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史记》。晚生是2000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先生是如何完成《史记》这样一部巨著？修史是我们司马家的使命。有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炎黄联盟，共为炎黄子孙这个名字，千年不改，万年不变。《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为西汉司马迁所著，开纪传体先河。《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构成，共计130篇，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3000年的历史。《史记》第一篇为武帝本纪。武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我，轩辕皇帝。诸侯尊奉我，我当为天下奔忙，抚万民，夺四方。天下诸部相互侵伐，暴虐百姓。我前去征讨，平定战乱，一生奔忙，从未安居。皇帝集崇德尚武、勤政爱民于一身，统一上古中原诸部落，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为后世描摹和树立了华夏民族的道德楷模、人格典范。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我是嬴政。战国纷争，我秦国统一天下，天下从此再无战乱。从即日起，统一法度，衡担、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功过分明，皇帝始于嬴政，大一统利益民生。秦始皇的一系列改革也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但秦朝实施暴政，2世而亡。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字叔。我等奉命去渔阳走边，连日大雨，怕是无法如期赶到了。按秦律，皆当斩首。现在逃跑是死，举大计也是死，都是死。天下苦秦久矣，王侯将相，宁有懂乎？我等揭竿而起。为平民一举立传，把人民当作英雄，敢于用世家记述陈胜吴广的壮举，这是司马迁的史学创造。天下亡秦之端始于陈胜发难，记述人民英雄始于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大人，我数次羞辱您，您却不与我一般见识。今日我身负荆条，特来
向您请罪。连将军，快行起，快行起！大人，请您打我。您是赵国的功臣，忠臣，打不得。蔺相如以国家大义为先，触动了廉颇。司马迁用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感动了我们。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成为千古佳话，也成为中国美德。大渊列传。大渊之际，见子张骞。张骞，汉中人。我乃大汉使臣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联合诸国抗击匈奴。西域遥远，前路未卜，但我必将远播大汉声威，交好诸国，不辱使命。张骞凿空，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连通中外的丝绸之路。凿空，是司马迁为张骞独创的词语。2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开始了官方的中外交流之路，与世界连通。《史记》以人物为中心，通贯古今，记录了无数精彩鲜活的中国故事。或许你没有读过《史记》，但你一定听过这些故事。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史记》。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每天鲜活多一点。本节目由更多鲜活营养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光明乳业，乐在新鲜。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4位读书人一起走进《史记》。刚才这么一个开场，展现出了黄帝、秦始皇、陈胜吴广、廉颇、蔺相如，还有张骞啊，这些英雄人物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熟悉的。是的，《史记》啊，它是记载3000年历史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刚才几位出场的历史人物，烘托出了《史记》的2大要素和特点，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通史。从黄帝到秦始皇到张骞，它贯通了3000年。《史记》它是由5体构成，本纪12篇是写帝王的，4加30篇是写诸侯的，列传体10篇是写名臣将相和社会国家代表人物的。这3体在130篇中占了90%的篇幅。其实啊，我觉得《史记》最好的一点在哪儿呢？《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对，他写了4000多人物啊，精雕细刻的人物就有300多。比方说，我们知道屈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什么样的志节，有着什么样的遭遇，那是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呢。其文曰：“其辞微，其志节，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它是一个3000年的英雄群像，就这么栩栩如生的，如同刚才演绎的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史记有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史录。项羽本纪把项羽塑造出一个传奇英雄这么一个形象了。可是，在史记的其他篇目里面，比如说《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里，又补叙了项羽的性情比较残忍的一面。对。
汉书》的作者班固，他对《史记》有这么一个评价：不虚美，不隐恶，这就是写实的实录精神。您说的太好了。西汉王朝在武帝的时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的王朝，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实现了思想、政治、文化的统一。司马迁是站在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时代，续写了多元包容的文化和历史。是的，这个戏剧中出场的第一个历史人物是皇帝。《史记》把中华民族的源头追溯到皇帝。皇帝统一诸侯，立家建国，家国一体的产生，是皇帝的功绩。再就是司马迁以大一统历史观，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的坐标系上，给出了一个起点。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啊，一个大家庭就这样构建出来了。《史记》首创了民族史段，里面呢有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等等。司马迁写出了一部多民族走向融合的历史。这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修史观念，其内核就是多元包容的大一统思想。那么很多人只知道司马迁，其实呢，《史记》的总设计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就是想要写太史公书的。司马谈说汉兴海内为一统啊，那这个时候明主啊、贤君呐、忠臣义士这些事情是我们应该记录下来的呀。对，司马谈临死的时候，就是要让司马迁修这个千年之史啊。对，他爸爸没有写完，他要写完的呀，他不能辜负的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呐。所以这是父子两代人这样的一个精神传承。司马迁生逢其时，他不仅呢游历大汉的江山，而且他的父亲口传深授，他自己又转译多师。没错，这点特别重要，其实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对，读万卷书，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开始诵古文呐。其实你看，后来他跟桓国学，跟董仲舒学，这是当时最厉害的这些学者呀。对。然后行万里路，20岁的时候，那是他爸爸资助他壮游啊，这个就为这部伟大的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所以他最终呢才能写出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太对了。聊了这么多呢，我们也非常期待主创人员的点读会是怎么来识读《史记》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我是中国国家画卷院长田庆新，也是节目的艺术总监。我是王学圻，我在戏剧中饰演老年司马迁。我是张小龙，在戏剧里面饰演青年和中年的司马迁。我是邵斌，我在戏剧中呢扮演的是汉武帝。我是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的总编剧张坤鹏。我是戏剧导演金淑慧。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典籍里的中国也希望通过戏剧的方式，更多的观众了解《史记》。我们和节目总导演、专家组反复讨论，最终确立了以家国一体的大一统思想为基调，以作者司马迁为核心，带领当代读书人与几十位《史记》当中的先贤和豪杰会面的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一看到剧本的时候，我真是非常惊叹，这个是很罕见的一个作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舞台。舞台共分为4个演出区域，1号台是我们的主舞台，我们把皇帝收复炎帝不足、司马迁青年游历放在了主舞台。2号台是司马迁的书房，3号台分2层，1层是驿站和书房的场景，2层是汉武帝的空间。3个舞台中间有甬道连通，同样作为表演区域，制造出古今对话和时空穿越的戏剧效果，也将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看体验。《
司马迁用自己的坚韧，终成就《史记》，并流传千年。他在《报任安书》里呢，倾诉了他自己的豪情和壮志。也请王学圻老师来给我们读一读。意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就是青年的司马迁啊，这就是我的这个。对，这是您的啊。小小的服装间里，陈列了上古、西汉等多个时代的服装。今天我们将要演绎群贤汇集的场景，非常期待见到这些从《史记》里走出来的英豪。我非常荣幸这次能够饰演司马迁这个角色。司马迁的故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史记》这本巨著是万千历史果实的凝聚，希望能带给观众出色的戏剧。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得敏，成而聪明。你读过我外祖的书？那当然。而且，我还知道，你叫杨运。太史公司马迁是你的外祖。刚才你背的这一段是《太史公书》的开篇，武帝本纪。你是谁？我嘛，算是你外祖的一个远方而来的学生，特地来拜访他。我外祖家就在前方。
太史公书本纪12篇勘验完毕，表10篇勘验完毕，书8篇勘验完毕，世家30篇勘验完毕，列传70篇勘验完毕。父亲，太史公书130篇勘验完毕。今日太史公书要入阁，先父与我2代人竭尽毕生精力铸成此书，现已校验无误。诺。送书入阁。太史公书入阁，足以告慰先父之礼。外祖，我回来了。啊，月儿，武帝本纪背得怎么样啊？能背了。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月儿聪明。这位兄长会背更多。你也会背？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响，诸侯咸来兵从。我这太史公书尚未公之于世，你为何能背责？晚生名撒贝宁，是2000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2000年以后，正是。2000多年之后，您的这部《太史公书》被称为《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经典。我们从小就读啊。学生此番前来，是想知道先生是如何完成《史记》这样一部巨著的。想他这么大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修史是我们司马家的使命。背。西在颛顼，命南郑，仲以司天，北郑礼以司地。此为何意？我司马氏始祖为黄帝之孙，颛顼时的仲离氏。始祖们都是做什么的？仲是天官，观星象，定历法；离是地官，执掌农事。仲离氏分司天地。我司马一族，历经尧舜夏商之周，世代为天官，掌管历史。我长大了也要当史官。是吗？史官不仅要记述先贤，还要实录当下。那我先记一件事。何事？从今天起，司马迁要做史官。你要做史官？好孩子，今天为父要赠你一支笔，就作为你的史官之笔。要记住，
史官要敬畏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千生龙门，跟母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20而南游江淮。悦儿聪明。云儿，不要打扰外祖和客人谈话，走，娘带你读书去。外祖，我告退了。先生，我走了。啊，诸位辛苦了。刚才杨运背的那一句，应该出自您写的《太史公自序》。父亲让我从小在家乡耕读，直到我20岁才受父命离家壮游山河。妾儿远行游学，拜别父亲。倩儿，用这支笔记下你看到的一切。妾儿记下了。先生，等等我。先生，此地便是九嶷山，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追怀舜帝的美德。大顺，大顺，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大顺，等等我们。舜何德何能，值得诸位舍家追随啊？因您有忠孝的美德，因您有礼让的美德，所以追随您。舜帝20岁时，就因为孝顺而闻名，他走到哪里，美德就在哪里流传。相传，1年的时间，舜帝居住的地方就会成为一个村落；2年，就会成为一个小城邑；3年，就变成了大都城。你读书记得很牢。谢谢先生夸奖。追随有美德的人，我们会过上好日子。我一定努力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我会对待你们的亲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我们把每个小家聚合成一个大家，咱们就是一家人啊！对，咱们是一家人。以忠孝传善天下，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武帝本纪》，我写舜帝的文字用的最多，就是想把舜帝的忠孝传至千秋万世。百行孝为先，忠孝传家，后来成为了世代相传的中华家风。这要感谢您的技术啊！要感谢大舜。谢大舜。我在会稽山探雨学，遥想大禹会盟诸侯盛况。诸位都是一方诸侯，今日召集大家会盟，共同祭祀天地，是为了合为一体，安定家园。合为一体，安定家园。大禹的事迹，我记得您在《夏本纪》中做了记载。我记大禹很多出自书中的《禹贡》一篇。会稽山不仅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也是他的后世子孙越王勾践被困之地。
后世子孙勾践携族人前来祭拜先祖大禹。父王，祖先为什么葬在会稽山？他治国有方，天下安定，在此会盟诸侯，攻城而崩，就地安葬于会稽山。先祖崇高。我曾被吴王夫差困于会稽山，从一国之君沦为奴仆，我那时时常感慨。吾终于此乎？父王卧薪尝胆，忠义雪前耻，护住了越国。先祖，越国还在，家国无恙。后世子孙勾践，拜先祖。您为勾践写下“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是大禹的后人，勾践的祖先受封在会稽山一带，是负责祭祀大禹的。像大禹这样的先贤，应当永远被祭祀。后世还祭祀大禹吗？在我们那个时代，公祭大禹的活动已经是国家级的祭祀盛典。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流芳后世。勾践遭难，却为国忍辱。若无他的激励，太史公书未必能有今日成书一刻。所以，先生写下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敬佩先生。先生，此为何地？姓谭。请教夫子，我听说皇帝治理百姓300年，为何他能一个人治理百姓300年之久啊？他活着的时候，人民受其恩惠100年；他死了以后，人民敬服他100年。之后，人民运用他的教导100年，所以说，皇帝治理了300年。敬仰皇帝。我们都是皇帝的后人，当追慕先贤。追慕先贤。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站在先贤出生的土地上，那一刻，我便明白了父亲为何要效法孔子著《春秋》，续写青史。所以，您和您的父亲，都是在用书写青史的方式，追慕先贤，可敬。我在汨罗江畔追念屈原。先生，此地便是屈原投江之处。屈原眷顾家国，满怀忧愤，理想和志向化作千秋雄文，万古诗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人品高洁，理想崇高，留下《离骚》，万世传扬。后世有一位鲁迅先生，他评价您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此人是我知己。我项羽携江东子弟8000人诛灭暴秦，垓下一战，竟无一人生还。我有何颜面去见江东父老？唯有以死谢罪。这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为这段历史，您做了《项羽本纪》。项羽推翻秦朝暴政是他的功绩，但他骄傲而又暴躁，有人才不能善用，是他失败的原因。千秋功过，皆在青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如同镜剑。壮游山河，青年立志，在舜和禹的身上看到美德。在越王勾践身上学到隐忍，在孔子故里追慕先贤，在汨罗江畔感受屈原的家国情怀，在乌江之畔汲取项羽的英勇，也反思他的败亡。山河是一部史书，壮游如同读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新任郎官入宫面圣。谦儿，父亲，你当了郎官，要面见圣上了。要第一次面见圣上了，我期待一个盛世的到来。小时候，您跟我说，圣上是一位好皇帝。我游历了锦绣河山，看到了繁荣安定。是圣上，是我们大汉四海一统，声威远播。我盼望见圣上很久了。
父亲，父亲，皇帝上场。您的皇帝后世被称为汉武帝，圣上当得一个武字。此后您就一直追随在汉武帝身边。云从龙，风从虎，数十年间，我随陛下巡行四方，忽从甘泉三河，后又忽从西巡，奉使西征，即北巡。巡视疆土，政府万民。您护从汉武帝，见证了汉朝日益崛起。内兴制度，外除边患，惩治贪腐，发展经济，四海一统，家国一体。所以您也是见证历史的人。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史记》的呢？我的父亲在太史任上已经着手写《太史公书》，直到那一年，圣上泰山封禅，我从巴蜀星夜赶回。谦儿，为父不能跟圣上泰山封禅，你要去。我要陪着您。谦儿，父亲说，封禅是史官不能错过的千古盛事。千古盛事，我司马家一定要见证。可是父亲，我心里只记挂着您啊。父亲记挂的是我们司马家作为史官的责任。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的话吗？父亲，我记得。我记得，父亲。背。昔在颛顼，命南正仲以司天，北正离以司地。司马一族历经尧、舜、夏、商至周，世代为天官，掌管历史。谦儿，太史公书，我已出狱，上启尧舜美德，下至汉清一统，史官终将离去，清史千年永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谦儿，太史公书，为父是完成不了，可惜呀，你我父子二人要共筑青史的约定，为父要实现了。父亲，谦儿，要敬畏写下的每一个字。
父亲，父亲！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此后，司马迁继承父志，任太史令。李都尉，太史大人好。李都尉此去为抗击匈奴，辛苦。此次策引20将军出征，必一战而定，永绝边患。我等着为李都尉和你的祖父立传。见太史为大汉将士立传。他就是李陵。对，李广将军的孙子。您在《史记》里专门做了《李将军列传》。飞将军可敬，保国安民，征战牺牲的将士们都可敬。太史公书应当记述忠臣死义之事。最后有个镜头，回眸，李陵看着司马迁的时候，露出了必胜的微笑。他相信此去必然是得胜还朝。但是历史就是这样造化弄人啊！确实是。就是看到这儿啊，心情一下子就沉重起来了。汉武帝让20将军李广利去打匈奴，李陵呢本来是一个策应，但是后来李陵说我也想作为偏师出征啊，然后5000部族挺进到郡基山，一下子遭遇了匈奴的主力部队，战争啊非常的激烈，5000部族打8万骑兵，但是后来终究是什么？寡不敌众，李陵就被俘了呀。这个消息传到朝廷里来，朝臣是有议论的，指责李陵投敌了。司马迁呢，对这个李广到李陵都是有感情的，他们是忠孝的人家，是不可能做出投降这样的事情来的。他就是那样去跟汉武帝去解释的，而且汉武帝还派了一个叫公孙敖的人去接应李陵。换句话说，他是信司马迁的话。没错，信司马迁的。结果呢，公孙敖在那儿掉链子了，跑回朝廷里来说什么？说李陵投敌了，还帮着匈奴去训练士兵。
这个事情让汉武帝震怒了，然后也就牵连到司马迁了。当时按律欺君罔上当死啊，但是汉武帝其实是不想杀他的，他也知道他是个人才，所以呢，让司马迁交50万罚金，就可以免死。还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复兴。司马迁没有50万，那他可以选择死啊，士可杀不可辱嘛。为什么他要选择复兴？因为太史公书啊，他要写完的呀，所以这个是司马迁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呀。这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李陵之祸嘛。李陵之祸后，他忍辱负重，在夷境中奋发，是大勇。死也要死得有价值，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对真实决策中，司马迁提升了他的人格，升华了他的历史观。没错。让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吧。但也正是因为李陵，您遭遇了一场祸事。因为这场祸事，我死了一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会伤即为不孝，身受此刑，为世人所笑。容我贤人呐！生没有脸面祭拜父母，死我也没有颜面葬入先祖的坟墓。那时我常一日而9回，在家惶惶不安，出门不知所往。每当念起这种耻辱，就会汗透衣背。家父临终托志，我司马家世代史官，父子2代太史令，网罗天下，放逸旧闻，意欲以纠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青史未就，死以为不孝。所以，面对祸事，我只能就吉行而无愠色。先生是有大勇气的人，所以您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因为这场祸事，我也重生了一次。昔日周文王被拘禁之时，推演《周易》；孔子在窘困之时，编著《春秋》；屈原被放逐，赋《离骚》；左丘双目失明，作《国语》；孙膑被残害，弯曲髌骨，写出兵法诗300篇，多数是圣贤发愤而作。我横遭祸事，身躯已残，青史不可废。130篇，526500字，铸就太史公书。敢问足下，此书当断我司马迁在何一事？否，当得一世重生，堪称万世不朽。
大王，炎帝部族偷袭兵士全部捕获，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不可！大王，我们与炎帝部族数次交战，每次都是我们打赢，每次您都放了他们，这次不能再放了，要给死去的将士一个交代。我说过，要感念炎帝的恩德，不能轻易杀他的后人。可死去的也是我们的族人，兄弟们都在征战中死去，大王，不能让他们白死，杀了他们！杀他们！杀他们！杀他们！住口！住手！我是炎帝部族的王。你可以杀我，但请放了我的族人。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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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请起。放了他们！大王，神农氏世衰，各诸侯相争，暴虐百姓，使生民陷入战乱，饱受苦难。你我两族本就是一家人，本应同心同德。如今各部族相争，早已不复当年盛况。我数次交战，也是为了能够再次实现天下一统，民生安定。我族善战，你族善耕，只要两族一统，就可安定天下，百姓就能免于战乱。好，自今日起，我炎帝部族与黄帝部族同归一体。同归一体。炎黄联盟，共为天下安定。听从大王，炎黄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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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炎帝，拜皇帝，拜炎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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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史记》之开篇，
记载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生平。4000多年前，炎黄合体，诸侯并存，开创了民族融合、安定一统的上古志士。此后，全世界华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炎黄子孙。这个名字，千年不改，万年不变。这月亮照亮过多少人？人生苦短，数十个寒暑。司马迁，你跟朕一样，都老了。《太史公书》开篇，武帝本纪。皇帝，你写得好，崇德尚武，正负万民。我大汉，你想皇帝之美德，后世亦当以皇帝为典范。谢陛下。《太史公书》详细载录秦汉，上记轩辕黄帝，下至于今，著12本纪，修订年代表数差异，作史表。礼乐损誉，屡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成璧通变，作八书。28宿列星环绕北辰，30根车符给予车鼓，运行无穷。辅弼古公之臣与此相当，忠信行道，奉事主上，作30世家。有些人仗义而行，立功名于天下，作70列传，总计130篇，526500字，称为《太史公书》。秦史可以资政，可以育人，此书很重要。但也不可随意翻阅流传。朕会择今有篇目给皇子们读读。谢陛下。现太史公书已入阁。太史公书是部巨著，只有我大汉太史才写得出。谢陛下。
太史公书一部已经入阁，但我看见杨运手里还有一卷，我猜那应该是您留给世人的一部。聪明。太史公书藏之名山，也应当传之其人，通义大都。青史人人可读，人人应读。今日我终于可以告慰先父了。谦儿，辛苦了，为父代司马家族，谢谢你。父亲，谦儿没有辜负您的培养。记在颛须，命难正中，亦思偏；非正理，亦思弊。生在史官之家，你我父子两代太史令，幸不辱命。先生，您的心愿终于了却，圆满了。足下，我还有一念挂牵。太史公书后世流传如何？这样吧，先生，晚生带您去看一看。太史公书是我外祖太史公司马迁所写，今日我将它公之于世。太史公书应该被天下人看到。您的外孙杨运，他把太史公书公之于世，这样我们在几千年后才能读到这本书。啊，运儿果然是个好孩子。这两位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的父亲班彪钻研并续写了您的太史公书。班固受父亲影响，修撰了《汉书》、《太史公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4部史书并称为前4史。啊，中华历史更续延绵。好。后世，唐朝也是一个极为繁荣强盛的朝代。宰相魏征领衔撰写了《隋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设立了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国家制度，《史记》成为了正史。家国庆史，国家主修，好。您再看这个。24史，您看您的《史记》，位列24史之首。而且我告诉你，后世历代正史，全都传承了您开创的纪传体。
天地永恒，青史有心。好。您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那位后世的鲁迅先生吗？他是后世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对您的《史记》极为推赞。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读历史者，不可不读《史记》。《史记》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先生，过誉了。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国家非常重视历史，学生入学历史是必修课，而且《史记》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先生，感谢先生书写青史，写得精彩。请受炎黄子孙一拜。王学圻老师呢，真的是演绎出了司马迁特有的风骨。虽然王学圻老师扮演的司马迁以不可能的方式走到了当代，但是我觉得我们当代应该给太史公这样一个走入我们历史的机会，让他看一看他花费了毕生心血的那些人物，成为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成为了孩子们从小就在阅读的人物，他们一直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因为这些人物，我们活得更精彩、更提气、更有壮志。我觉得这是对于司马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报答，就是我们没有愧对他的这一番苦心和当年的这个孤独的、沉重的，甚至是屈辱的那一段岁月的熬过。感谢司马迁给我们留下这么一部信史，创造了纪传体这样一种写法。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呐，同时他还有刺客、有游侠、有货殖啊、贩夫走卒。其实历史就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以人民为视角，把人民作为核心，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精彩的青史，也才能创造出更加精彩的青史。
我是搞史记研究的，我认为这个戏剧啊，把燕黄两个部落的联盟放到结尾，与开头皇帝和首尾呼应起来，把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与家国情怀这两个特殊的民族感情处理得非常跌宕。现在史记已经走入了千家万户，把这个家国情怀深深地注入了每一个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血液里。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其实重视记录和传承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为什么要写史？因为我们要述往事，以观成败，见得失，明是非。我们为什么要读史？因为我们要在血脉和文脉传承中找到个人、民族的根与魂。我想这就是我们永远都要读《史记》的原因。谢谢大家。